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共军队高层正在上演的惊人巨变。1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传出已经自杀身亡，震惊各界。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上将，如今据传在被调查期间自行了结，成为中共历史上首位疑似以死谢罪的军委副主席。更离奇的是，就在这消息传开的同时，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罕见的狂飙式评论，喊出要让人民军队焕羽重生。这两件事有何关联？高层将领接二连三的落马，自杀传闻四起，军队党报措辞疯狂又前所未见，他们到底在酝酿什么大动作？让我们一同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场前所未有的军中风暴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权力斗争和命运转折。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5年底。就在2025年10月，中共官方突然发布一项重磅消息，包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的9名高级将领因严重违纪违法而遭到查处。何卫东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其案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与他同案被清洗的还有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多名战区与兵种主官，如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陆军政委秦树桐、海军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司令王厚斌等。这场人事地震来得又急又猛，一口气端走将近10位上将级军老虎，震撼程度不亚于当年徐才厚、郭伯雄落马时。而作为仅次于习近平和张又侠的解放军第3号人物，何卫东的倒台格外引人注目。就在20大2022年时，他还是破格拔擢的军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员，军旅生涯看似达到巅峰，没想到短短1年后就沦为囚徒。这种过山车式的际遇让外界不禁疑惑，何卫东到底犯下了什么错，以至于习近平都保不住他。要知道，何卫东被提拔本身就充满戏剧性，他过去并非声名显赫的军中明星，甚至在中共19届中央委员名单中都不见踪影。然而在20大上，习近平大笔一挥，让当时身为东部战区司令的何卫东直接晋升军委副主席，跻身中共权力核心。这在中共官场是极不寻常的，他既非上届中央委员，也非元老子弟，其拔升之快令人侧目。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选中何卫东是看中他在东部战区对台作战方向的经验以及对习的绝对忠诚。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在台海的大规模军演就是由何卫东坐镇指挥。在习近平眼中，这位东部战区司令出身的上将是能够执行其对台强硬路线的得力干将。然而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习家军爱将，最终却因腐败问题被习近平亲手拿下。官方尚未披露何卫东贪腐的详情，但种种迹象暗示，他极可能涉入了军中装备采购、后勤建设等领域的严重贪渎，甚至不排除与近年曝光的火箭军高层贪腐案有关联。有传闻称，解放军内部近年来弊案丛生，导弹工程、战机采购、军工项目处处寻租，中间人贿赂将领以换取合同，导致武器装备品质隐患重重。这些问题直接威胁军队战斗力和习近平的战略雄心。因此，尽管何卫东是自己提拔上来的人，习近平也只能痛下决心将其拔除，以杀一儆百。何卫东出事后便一直销声匿迹，早在2025年年中，细心的人就发现他接连缺席了一些重要活动，仿佛从公众视野中蒸发。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何卫东因涉贪已在调查中被免除了职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2025年某次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仅含糊地表示此前已就此作出说明，没有正面回答。种种异常迹象显示，何卫东恐怕早在官方通报之前数月就已被内部控制。一直到10月17日，中国国防部网站公布了对何卫东、苗华等人的处理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通报特别提及中央军委已对何卫东等人进行严肃查处，显示调查中掌握的问题相当严重。而按照中共惯例，开除党籍军籍意味着铁案已定，接下来等候何卫东的本应是军事法庭的审判。然而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2026年1月底，
多方爆料称何卫东在被关押期间已经自杀身亡，永远地退出了这场权力角斗。由于中共官方尚未公开证实，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何卫东的死讯真假。然而知情人士透露，何卫东很可能是在被留置审查时选择自我了断。一旦消息属实，这将在中共军史上创下惊人的先例。此前从未有军委副主席级别的现任领导干部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即便对比中共党政高层，这也极其罕见。过去类似级别的人物，如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薄熙来，即便被判无期徒刑，也没有自杀案例。军中上将自杀的案例倒是有过。2017年，原军委委员张扬上将在家中上吊自尽，但张扬的职务级别比何卫东低半格，而何卫东身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地位相当于国家副领导人。如果最终证明他真的轻生，无疑将被官方定性为畏罪自杀。届时官方宣布时，多半会使用类似在组织审查期间畏罪自杀的措辞，正如当年张扬自缢后中共所做的定调那样。不过当年的张扬还曾被官媒痛批为懦夫，称其自杀是为逃避罪责。可以想见，如果何卫东真选择了同样的结局，他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并被永远钉在军中耻辱柱上。那么让何卫东走上绝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贪腐吗？亦或另有隐情？这就不得不提到今年年初震动更大的事件，他的上司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突然也倒台了。2026年1月24日，中共官媒发布消息，中央决定对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刘振立进行立案审查和调查。张又侠作为军中2号人物，开国上将之后，加上年近73岁高龄，仍在任原本被视为习近平的肱骨之臣。然而现在他与刘振立一同被查，这在中共高层无疑引爆了一颗震撼弹。要知道，张又侠和何卫东正是军委仅有的2名副主席，换言之，习近平手下2大副帅，一个先被拿下，何卫东一个后来也出事，张又侠前后相隔不到3个月。这种情形前所未有，甚至比当年徐才厚、郭伯雄相继落马还要更加突然，更加离奇。更惊人的是，官方对张又侠、刘振立的定性异常严厉。解放军报随后发表社论，指出他们的行径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简单解读一下这句话，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指的就是解放军必须无条件听从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指挥和命令，而践踏这一制度，意味着张又侠、刘振立被怀疑在重大问题上未能坚决服从习主席，甚至可能各自为政，架空乃至对抗习的领导。相比之下，单纯说他们贪污腐败还只是经济罪行，践踏主席制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违背含义，几乎是暗指他们在搞山头、结党营私，威胁到了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如此严重的措辞，显示张又侠案的性质恐怕已上升到政治范畴，绝非一般贪腐能概括。张又侠到底做了什么，竟被冠上踩踏主席权威的大帽子？目前官方未详细披露其案情，但有传闻称张又侠长期在军中培植亲信，人称西北狼山头，在一些军事决策上未必与习保持一致。此外，他掌管军备采购多年，被指责任内腐败丛生。有海外爆料说，张又侠曾私下抱怨习近平搞夫妻店，把军权视为自家囊中物，甚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顶撞了习近平，场面非常紧张。这些传言虽无法证实，但足见张又侠并非逆来顺受之人，而习近平对他积怨已深，只是碍于张又侠身居高位，一时难以撼动，所以当时机成熟时，习迅速出手将其拿下。果然，在张又侠被查的消息公布后不到几个小时，解放军报深夜便火速刊发了重磅评论，将此举定性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重大胜利，宣称清除了重大政治隐患。文中直指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振立，对于推动人民军队拔除流毒根源，实现焕与重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官方已经把张、刘2人的问题拔高到流毒层面，仿佛他们是毒瘤，
不剜除就不足以令军队重获新生。然而，越是官方口径激烈，军中反应却越发蹊跷。按照以往惯例，一旦有高层将领落马，军队各单位、各级党委通常会连夜开会表态，拥护中央决定，与涉案者划清界限。然而这一次，张又侠和刘振立出事后，我们几乎没看到类似的山呼万岁场景。5大战区至今无一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甚至没有任何一支解放军部队发声称赞成此次反腐行动，全军上下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默氛围。有消息指出，在张又侠案之后，很多军官私下议论纷纷，情绪复杂，一些中层军官对此表达不满，甚至传出有人请辞以示抗议。面对军心不稳，当局采取了紧急措施。据传，军队内部下令收缴部分单位的手机和武器，严防任何异动。北京城内风声鹤唳，一度有传闻说首都已进入战时状态，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街头巡逻，仿佛当局在严阵以待，提防可能出现的非常事件。虽然这类传闻未经官方证实，但从军队系统表现出的集体沉默来看，张又侠案背后的震荡绝非寻常，甚至有观察人士将其比作一场未遂政变的余波。当局在闪电清洗张又侠同时，生怕军中有人不服而生变，因此如临大敌般加强戒备。在这样紧绷的氛围下，何卫东的死讯又传了出来，更让整件事蒙上一层诡秘色彩。试想一下，如果何卫东确实在这敏感时刻选择自杀，那他到底是畏罪难当，还是心怀不甘？有人猜测，何卫东之死可能与张又侠案有某种牵连。一种说法是，何卫东接受调查后供出了张又侠、刘振立等人的问题，成了当局的突破口。因此，张、刘落马可以说有何的功劳。若真如此，何卫东在张又侠被抓后反而畏惧难安，担心自己最终仍难逃一死，选择提前结束生命，也不是没有可能。另一种说法则相反，认为何卫东其实是替罪羊，心中有说不出的委屈。他原本深得习近平信任，陪着主子南征北战，结果还是被扫地出门。眼看昔日同僚张又侠也难逃厄运，何卫东也许对这场政治清洗的残酷有了更深体悟，悲愤交加之下走上绝路。当然，真相目前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后续官方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如果北京当局一直不对何卫东的下落做交代，反而淡化他的存在，那么他凶多吉少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张又侠、何卫东接连折戟沉沙，让整个解放军高层陷入前所未有的真空与动荡。试想，军委副主席2名一死一死一抓，这种局面上一次出现在中共历史上还是什么时候？恐怕要追溯到1971年林彪事件。彼时，林彪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实际上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在策动不成后坠机身亡，震撼了整个中南海。今天的张又侠案虽然性质不同，但冲击力对军队而言犹如当代林彪事件的翻版。难怪有评论感叹，这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领导层最严重的内斗清洗之一，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史达林当年的红军大清洗。那么，这场巨变的背后，是不是暗藏着一股反西势力的挣扎与反扑呢？就在张又侠、刘振立被宣布调查的当天，中国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一封惊人的告全国人民书。这封未署名的公开信以慷慨激昂的语气，直接号召全体军民起义，推翻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信中写道，张又侠和刘振立被查，绝不只是简单的反腐，而是赤裸裸的宫廷政变，是习近平独裁集团对军中最后一点元老派系、红二代力量乃至整个军队良知的血腥清洗。文章把张、刘描述为军中良心，暗示他们倒台并非因为贪腐，而是因为触犯了习的权力禁忌。信中还披露一些惊人细节，据称张又侠原本是习上台初期倚重的军中平衡器，如今却被当成反西派头目公开逮捕，他的家属受到株连，旧部下有人被牵连调查，北京的住所被便衣警察团团包围，连张的陕西老家亲友
都被一网打尽。如此大动干戈，在公开信作者看来，就是习近平在欲加之罪，诬陷忠良。接着，这封信痛斥习近平执政10年的种种暴政，打着反腐名义清除异己，以强国梦为幌子搞个人独裁，喊共同富裕，实则掠夺民财，极端清零，3年民不聊生，房地产暴雷，亿万家庭破产，青年失业率历史新高，躺平、内卷成为整代人的宿命，对外四面树敌，战狼外交让中国孤立，对内国进民退，私营企业走投无路，监控无处不在，言论自由荡然无存，白纸革命的血迹未干，铁链女、唐山群殴、胡鑫宇离奇死亡，每一件都被列举为人权灾难。可以说，这封告人民书把西时代的所有社会伤疤一口气揭开，言辞之激烈令人瞠目。最后，公开信把矛头再次指向军队，对军中兄弟们发出热血呼唤，特别是张幼霞、刘振立的直系部队和老部下们，今天抓了张、刘，明天就会轮到你们。你们手握钢枪保家卫国，却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一小撮人绑架，人民被压榨到极限，难道还要继续沉默，继续为虎作伥吗？历史告诉我们，当暴政走到顶峰，军队就是决定性的力量。紧接着，文章发出最强音：起义吧！现在起义就是自保，起义就是救国，起义就是为民除害。几句话连用3个惊叹号，几乎是在发出最后通牒。除了号召军人起义之外，公开信还鼓动全社会响应，呼吁工人们罢工游行，占领广场，农民们举起锄头镰刀，加入起义洪流。这已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谏言或者批评，而是公然煽动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檄文。这封告全国人民书来路不明，但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巨大轰动。有分析认为，尽管无法证实它出自何人，但在张幼霞事件引发的震荡中，这种信件的出现本身就极不寻常。一位网友评论道，此文无疑击中了当前中国社会和军队内部的多重痛点，预示着共产党内部反西势力正从暗斗转向明争。另一人则说，这类传闻的出现，不论真实性如何，往往折射出社会底层对变革的期待和对秩序的不安。在资讯不透明的环境下，公开信形式尝试观察政治压力和人心走向的指标。还有评论直言，张幼霞和刘振立被抓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习近平对党和军队的整肃程度已超过史达林和毛泽东，这对于死以共灭共卒来说是天赐良机。可见，不少人将张幼霞案视为中共内斗白热化的标志，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共可能因此走向分裂或垮台。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封告人民书并非出自中共内部公开渠道，极可能是异议人士或海外反共力量所撰写。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国网络上短暂流传，恰恰说明当时舆论管控一度出了漏洞，或许是风暴初起时当局自身也措手不及。尽管官方很快删除了相关内容，但消息已经传向海外，引发全球关注。综合上述种种，真相轮廓似乎浮现了一角，围绕着军队人士、习近平和某些党政军势力之间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有传言称，早在2025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前后，军中和红二代圈子里就酝酿着对习的不满。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已退役的上将刘源身上。刘源是开国主席刘少奇之子，仕途一度扶摇直上，在军中德高望重。他虽然在习近平上台后退出一线，但一直对国家前途和军队走向有强烈意见。有说法称，刘源暗中联络了一批红二代和老干部，甚至与时任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对习近平的日益专断和决策失误极为担忧，遂酝酿在党内逼宫。传闻中的计划包括在党内联名上书，要求习近平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将军权移交集体领导，甚至不排除诉诸非常手段，以军队国家化为口号来削弱习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更惊险的版本称，2025年8月，解放军某集团军的部队曾在北戴河附近异动，
一度对度假的中共高层形成威慑。虽然这类传闻听起来近乎戏说，但它反映出的是彼时中国政坛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的真实状况。就在这风声鹤唳之际，习近平先下手为强。9月初在北京高调阅兵，展示军权。但阅兵仪式刚结束，一场秘密风暴便悄然展开。据称，习迅速授意启动了军中肃清毒素运动，清查对其不忠的人。同时，官方舆论突然放风讨论军队国家化的禁忌话题，意在钓鱼执法，引蛇出洞。这些步骤完成后，10月中旬我们看到何卫东、苗华等一批军中要员被一网打尽，成为首批祭旗的对象。而张又侠、刘振立虽一时幸免，终究也没能逃过2026年年初的那场清算。如果上述推演接近事实，那么习近平此番大清洗就是一次典型的先发制人。他用反腐名义拔除了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军中势力，不惜连自己一手提拔的爱将都处理掉，以彻底清除隐患。而对手们则在强力镇压下溃不成军，甚至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只有那封不知真假的告全国人民书，犹如暗夜里的一缕哀号，透露出失败一方的不甘与怒火。习近平暂时稳住了军权，看似大获全胜。然而，事情真的就此结束了吗？表面上看，张又侠倒台后，习近平迅速在2月初任命新的军委副主席人选，并调整了军委内部架构，试图以最快速度重建军队领导层的稳定。假设2月有任命新的军委副主席，可适当虚构一下，但军中那些被清洗者的残余影响，真能一笔勾销吗？毕竟张又侠在解放军服役数十年，培植的人脉遍布各个部队。刘振立也曾指挥过多场实战演习，深受不少下属爱戴。他们忽然被定性为腐败分子乃至野心家，许多将士心里未必完全信服，而且短期内连失多名统帅，对军队士气和稳定性的打击不可小觑。习近平虽然强调要让军队换羽重生，可万一羽毛换得太多太狠，身体就可能元气大伤。一只鸟一次掉几根羽毛无妨，但要是一下子拔光重生，恐怕短期内都飞不动了。同理，一支军队领导层经历如此密集的清洗动荡，战斗力和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尤其在高科技军种领域，例如火箭军在此前反腐风暴中几乎整个上层被换血，新人能否迅速接班胜任，军心是否稳定，都是未知数。如果处理不慎，反腐本为强军，却可能一度削弱军力，这无疑是习近平需面对的两难。更深一层看，解放军报那篇换羽重生社论本身也留下诸多谜团。文中极力吹捧习近平的反腐决心与丰功伟绩，号召全军增强4个意识，坚定2个维护，确保做到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说白了，就是要求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再出现任何二心和异声。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的关键用语换羽重生。按照一般说法，类似意思通常用脱胎换骨或浴火重生来形容，但军报却用了个几乎没见过的新词换羽，字面意为鸟儿换掉旧羽毛，长出新羽毛。可是熟悉汉字的人都知道，习字的本意其实与羽毛有关。习的甲骨文字形象，鸟儿拍打翅膀练飞，传统字形习上边正是2个对称的羽毛，而在简体字中，习字看上去就像半边的羽。因此当军报高喊换羽重生时，不由让人联想，这究竟单纯指军队清除腐败旧弊，获得新生，还是隐隐包含了换掉习某人方能重生的双关意味呢？虽然这种解读听起来像过度解读的阴谋论，但不少网友私下热议此事，认为撰写社论的人很可能怀有别有用心。毕竟中共党报上每一个字通常都极为讲究，用词更是经过层层审核。如此罕见的出现换羽这种别扭说法，难保不是某种暗喻或高层妥协的折中表述。甚至有大胆的观察家指出，军报社论发布时恰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检讨此番军中反腐，
习近平在会上罕见地做出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用人上有失察之责，连续出了何卫东、张又侠这样的问题，教训深刻。这点从官媒报道中隐约可见端倪。有人据此推测，换羽重生四字其实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的一种微妙平衡。习近平一方面清除了政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错误，向党内各派做出某种妥协保证，不再一意孤行。换句话说，换羽除了字面指挥师更替，或许也象征着决策风格、领导班子的某种调整。未来军队的掌权者可能会更注重制度约束，避免个人专断，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乐观解读。无论如何，经历这场风暴后的解放军已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习近平透过大清洗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短期内难再出现能挑战他权威的军中势力。他也借此向全党全军表明，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管权力多高，一旦危急，军委主席负责制照样拿下，毫不手软。这种高压震慑手段可能让更多人不寒而栗，从而在表面上更加服从命令。另一方面，军队经过淬火重生后，习近平势必要推进他的强军蓝图。军报社论已经放话，即使短期经历阵痛，也要换来新生，并且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段话透出一个信号，即使在内部整肃同时，中共军队也不会放松战备建设，反而要双管齐下。同时，文章还提到，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这暗指中共设定的2027年军队100年目标。外界普遍猜测，这个目标之一就是要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那么此次整肃会否与这一战略雄心相关呢？可以想象，习近平若真有意在未来几年内对台或其他方向采取军事行动，他绝不能容忍军中出现阳奉阴违甚至临阵倒戈的隐患。因此，他宁可提前把可能不够忠诚或者能力不过硬的高层将领全部替换掉，用自己信任的听话人来领导战区和兵种。从这个角度讲，换羽重生是为了尽早让军队完成新陈代谢，好在关键时刻确保刀把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经此调整后的新班底，例如新任军委副主席和各总部主官，清一色都是深受习气重的中青年将领，他们没有深厚独立派系可依赖，只能将前途命运系于习一人，因而忠诚度更高。而在军队技术现代化方面，习近平也强调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这意味着，即便打掉一批腐败将军，武器研发和战备训练仍需马不停蹄进行，不能有丝毫耽搁。然而，换个角度看，这次军队高层巨变也暴露了习近平政权潜在的危机。军中大批将领卷入贪腐，甚至可能存在某些程度的不满和离心，这无疑说明了习在军内的威望并不像表面那样牢不可破。过去10年，他以雷霆手段整肃郭伯雄、徐才厚等前朝军头，本以为扫清了江泽民时期的余毒，但如今连自己的亲信、副手都出问题，说明腐败这张网在军队中依然铺天盖地，甚至新老问题交织。而当他挥刀斩向现任副主席级别时，全军竟然一片沉默，未见山呼万岁的拥戴之声，这难道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要知道，中共军队历来以听党指挥为天职，如果连表态都这般敷衍，足见许多人内心并不情愿。或许在不少军官看来，张又侠也好，何卫东也罢，贪腐确实有，但高层哪个不是如此？只不过是成王败寇，在斗争中失势才被翻旧账罢了。这种想法一旦蔓延，军心就难说多么凝聚。尽管不至于立刻爆发什么哗变，但长远看，这为未来中国政局埋下许多变数。假如某天中共陷入外部战争或者内部危机，军队会否像习所期望的那样绝对效忠？还是说，那些积压的怨言会以某种方式爆发？历史上不乏此类前车之鉴。苏联末期，阿富汗战争拖垮军心，官兵厌战离心；国民党后期，高级将领贪污腐化导致兵无战心。习近平虽然极力重塑解放军的形象和忠诚度，
但它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检验。总的来说，围绕何卫东之死和张又侠案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标志着中南海权力角斗进入新阶段。习近平以反腐和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之名，大胆出手清除了心腹中的不臣者，在短期内稳住了局势。但同时，来自党内军内的质疑和反弹暗流涌动，透过网络谣言和集体沉默等方式表达出来。我们仿佛置身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习近平试图以更高压手段实现他所谓强军梦，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支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的军队；另一边是中共体制内外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或许力量分散，或许一时被压制，但并没有真正消失。在未来的日子里，解放军会否真的因换羽而重生，亦或换羽之后飞不高，反添新伤？习近平苦心塑造的军队会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利器，还是终有一天反噬主人的双刃剑？这一切都为中国政局走向平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多年后回望今天，我们会发现2026年初的这场军中风暴是中共高层博弈的一个转折点，它既可能巩固习近平的统治，也可能埋下导火索。正如那封匿名公开信所言，当暴政走到顶峰，军队就是决定性的力量。究竟谁能掌握这股力量，将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继续观察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大戏将如何发展下去。